国产轰6K 战略轰炸机现身高原，从中国大陆的腹地起飞，就可以将新德里纳入打击范围，这将是降维式的碾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呢，中国空军发布了一则宣传短片，这个宣传短片时间不长，但是非常震撼。其中有一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一架轰6K 展翅飞翔在我国的西部高原之上，透过高空的视角，地面上连绵起伏的山脉，特别是雪山清晰可见。这则短片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轰6K 已经被部署到了西藏高原地区，或者呢是它的常态化的巡航范围已经将西藏纳入了相应的范围。那么网友们这些分析猜测对不对呢？首先，轰6K 是一款中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它配备有推力大、油耗低的涡扇发动机，因此航程也好，作战半径也好，要比过去的轰6呢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因此根本就没有必要把这款重型的轰炸机配备在西藏高原地区。它从低海拔的一些机场起飞，就完全能够覆盖青藏高原，抵达中印边境地区。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藏地区的机场起飞，不是离边境地区更近吗？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把这么一款大型的飞机放在西藏地区的机场，会带来比较多的麻烦。比如说，由于高原机场的大气密度比较小，因此它的起飞降落的滑跑距离会比较长。对于这么一款航程比较大的作战飞机，完全可以依托内地的机场，让他们安全的起飞降落，然后飞抵某些战区来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何况在纵深配置这样的大型飞机，从战略的和战术角度讲，他们也更加安全。那么从视频所展示的这些情况看，这架轰6K是否就像网友们所猜测的那样，已经飞到了中印边境进行战场巡逻呢？这个也不见得。看到高山，看到高原，不一定就是中印边境，因为西藏是我们国家海拔最高的，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地区。轰6K 在那个地方飞行的话，拍出的很多场景非常类似。那么为什么不用这样航程比较远、载弹量比较大的战略轰炸机来执行边境巡逻任务呢？因为我们用一些留空时间比较长的无人机就完全能够执行这些相应的使命了。轰6K 它的作战使命就是对敌方纵深的战略目标实施精确的打击，因为它能够挂载飞行距离非常远的大型巡航导弹，作战半径呢，因此可以提高1-2千公里，在青藏地区的某些安全位置部署，它就完全可以将火力覆盖到印度的新德里等地区。当然，这样的威慑并不仅仅是针对某个国家的首都，而是维护我们边境线的安全。最近一段时间来，印度军方把大量的军力以及武器装备运上高原，企图呢在冬季寒冷的季节在高海拔地区占据一定的数量和装备技术的优势，时不时呢抽个空搞些挑衅活动，以便占到便宜。那么我们有了这样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就完全可以对那些部署在各个山头上的印军的火力点实施精确的打击。战略轰炸机能够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们的一些战术的
作战飞行器，比如说歼16，也能执行这样的使命任务。当然，中国在无人机领域也有具备非常强悍能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用它们在边境地区执行这些监视、侦察和火力打击的使命任务也是非常合适的。可以说，印度现在目前的优势就是能够在边境地区部署更多的兵员，但是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这些印度士兵能够待多长时间，后勤保障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些呢都是未知数。而他们部署在边境地区的武器装备，恐怕都不是我军各种各样先进武器系统的对手。何况对于印度空军而言，它根本就没有远程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和中国的差距不是50米对100米的关系，而是0和100米的关系。在这个方面，中国可以说已经对印度的边境地区的部队拥有了碾压式的技术优势。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印度军方就要认真的想一想了。如果在严寒的冬季继续在边境地区挑衅找事儿，最终的后果如何，恐怕所有的人都可以一眼就看清楚。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